这天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冷风凑过来偷偷道：“凡哥，现在全校都在传你和姚希是一对儿呢。”你翻了个白眼，还不是你小子造的谣？你别管是不是谣言，就说你喜不喜欢班长大人。你沉默了，虽然上辈子也谈过不少恋爱，但在成年人的过程中啊，爱情就是一场横权利弊的交易，这让人咋信啊？诚然，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的确会对那个蓝发姑娘有一丝丝悸动，可连自己也分不清，这是出于本能的好色，还是质朴的喜欢呢？冷风切了一声，连喜不喜欢都不知道。凡哥，果然你对爱情一窍不通。你气笑了，嘿，皇帝不急太监急，你操这个心干嘛？我还要复习，拜拜。看你离席的背影，他叹了口气，怂货，等快记上心来。哼哼，你不敢，那就我来助你。镜头一切教室内，你刚落座，一本书被推了过来，封面是另一个同一个，这是姚希的声音传来，赫尔博斯的诗集。你之前不是说你也喜欢吗？送你了，你也不客气。现在语文成绩忒差，需要提高写作能力，收下，谢谢。很快时间到了，放学回家路上，冷风的步伐时而前进，时而后退，还时不时45度角仰望天空，疑惑咋了？这是有心事儿？他一叹气，凡哥，是这样，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了一个姑娘。哎，这回你来兴趣了，谁呀？他一摆手，你甭管是谁，哥们儿就是想请你帮个忙。说帮我写封情书，这要求你果断拒绝。这种东西都要别人帮忙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免谈，可回应你的是2根手指，一封情书1天网费。呵呵，就这儿2天，那也不是不可以。别误会，不是因为网费诱人，而是单纯好奇疯子喜欢的人是谁。回到家后你犯难了，冷风这小子还挺有要求，要写一篇隐晦的浪漫的。不是，这小子啥时候这么有艺术细胞？头疼，这该咋写？忽然瞥到桌上那本博尔赫斯，我记得这个阿根廷诗人挺冷门的吧？啊哈，有了。第二天，冷风拿到情书的第一反应就是雅，实在是太雅了。范哥，以前咋没发现你这么有才华呢？你暗笑，书读得少，果然容易被骗。好了，现在能告诉我这姑娘是谁了吧？他一摆手，别急，成了再告诉你。等到中午的时候，一个身影鬼鬼祟祟来到真明身边。学伟，这个你拿着。他一愣，这什么东西？嘘，别惊讶，这是情书。真明有点害羞，不，冷风同学，马上要高考了，我是不会谈恋爱的。他附和，哎呀，不是给你的，是想请你帮忙转交给你同桌。记得说是萧凡写的。得到这个答案，学友莫名有点失落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送？冷风道，我告诉你是这样的。一通解释后啊，那点失落一扫而光，他是两眼放光呀。冷风，你也觉得瑶瑶喜欢萧凡吗？这一下好基友眉头一挑，哦，莫非英雄所见略同？好，那就这样。其实吧，如果按照这个剧情发展，还挺顺利的。但是啊，今天高3年级迎来了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大检查。等学生们回到教室，才发现课桌都有被翻动的痕迹。冷风哀嚎一声：“不，我的手机！”你暗笑，学校应该是在抓早点心，运气不好的话，你估计就是哦。可这会儿真明走了过来，萧凡，班主任让你去教务处一趟。镜头一切，几分钟后的教务处，教导主任林修言面无表情，拿着一封信，上面的字迹我可认得。上次月考阅卷，我对你的作文很有印象。坏了，这是误会了呀！但想了想，干脆硬着头皮认了。主任，是我写的，没错。冷风的家教极其严格，要是违纪被通报了，多半少不了顿胖揍。还说啥呢？这个当兄弟的，自己就帮忙顶下锅呗。啪的一声，林修言一拍桌子：“小凡，你这是自暴自弃呀！我还从你课桌里搜到了华子。”好了，去写份检讨书。下午的学风整顿大会上，你公开检讨。镜头一切，讲台上，林修也语重心长。大家看这黑板上的3行数学公式，聪明的同学应该已经看出来了。如果你原地踏步，1年后1还是1；如果你每天进步一点点，1年后就能变成37。反之，每天退步一点，就会几乎变成0。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这就有个典型的例子，你看他抽烟、带手机、写情书等等，自己不好好学，还企图拉别人下水。我来念念这个情书啊，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，我给你我设法保全我自己的核心。台下一片惊呼，哇哦，文笔不错嘛！林主任一皱眉，起什么哄？有才华不用在正途上，那就是大错特错。好了，小凡同学，你上来念一下检讨书吧。另一边啊，姚希的心情不是那么美丽，他认出来了，那情书的内容是博尔赫斯的诗。他本以为自己和那个男孩喜欢同一个诗人是一种缘分，而他却用博尔赫斯的诗向另一个女孩写情书。回想起同学录上的林月赠言，阳光照亮前方，还有那天的欢送会鼓励自己投稿
宝帮自己打字送自己回家。原来这些都不是喜欢的表现。蓝发姑娘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心脏像是一堵裂开的墙，有冷风从缝隙中呼呼吹过。台上的你当然啥都没感觉到，咳嗽一声，我来此是为了反省自己的错误。认错态度不错，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你翻了个白眼，检讨书被你改了3、4次，态度能差吗？这会儿俺俩人对过的台本还得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学习宣言。不过嘛，走到黑板旁边写下了这个等式：2的6次方等于64。别人学了365天，还远远比不上你玩命学6天。很明显，这不现实嘛！大家就别喝林主任的鸡汤了，有毒！台下众人哄堂大笑，林修远瞬间红温。可你话锋一转，但是也不是让大家别学习了。林主任这才停下脚步，倒要看看这小子葫芦里买的什么药。你呵呵一笑，你们看我都倒数第1了。要是下次月考有人比我考了第1，建议出门右转挂脑科，因为脑子有病。哈哈哈！大家笑了起来。这会儿台下冷风找到了真名，学伟，那份情书你是不是还没送出去？对啊，可俩人马上想到了一个可能，萧凡承认情书是他写的，可姚希没收到，那这对誓言坏啦！镜头一切，晚上你照例到自习室看书啊。奇怪的是，每天准点刷新的校花没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姗姗来迟，你开玩笑道：“今天咋这么慢？”可对方却冷着个脸，你挑眉，这咋又变回冰山脸了？而且仔细看，眼眶好像还有点红。姚同学是不是碰到啥不开心的事了？他没说话。咱俩好歹也算高考命运共同体，真要有啥心事儿可以跟我说，憋得心里会闷坏的。姚希撩撩嘴唇，想说什么，想问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开不了口，就这么沉默笼罩了2分钟。突然他抬头，那个笑容挤得很艰难，平平凡凡。表白成功了吗？表白？我表白谁啊？他埋下脑袋，假装在做题。你不是给人写情书了吗？你笑了。嗨，那是给冷风写的。这句话落下时，姚希唰的一下抬头，刚才的愁闷好像都被扫走了。真的吗？你吓一跳。怎么冷风给别人送情书很值得大惊小怪？他还在低头做题，但这次是眉眼含笑，是挺奇怪。我觉得他如果非要给一个人送情书的话，那个人是你才合理。你扑哧一笑，原来你也会开这种玩笑啊！但可惜我俩只是关系好而已。瑶瑶捂着嘴，我知道。那你知道冷风情书给了谁吗？你俩说话期间，不远处的书柜后面悄悄探出2个脑袋。还好，要是真有误会，我们俩罪过大了。冷风捏了捏下巴，学伟，你说这凡哥还没我帅呢，为啥校花喜欢他呀？真明一脸鄙。冷风，别的不说，校凡长得想甩你几条街。他不乐意了，我起码还有点高呢，你那小矮子好气，我1.62米呢。哦，没差，以后走路小心点，别被我一脚踩死啊！真名而切齿，你一脚在他小腿上，气呼呼走了。